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4月10号，中国北京机场的广告全部换成了统一2个大字的内容，下面还有2行的小字，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近日，随着美中贸易战迅速的升级，双方互增关税呢已经分别达到了145%和125%。这次中共在关税方面全面迅速的报复美国，也让一个问题再一次浮上水面，那就是中美2国之间会开战吗？2025年会爆发台海战争吗？面对中共的威胁，台湾军方有哪些准备？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些分析与探讨。首先呢，贸易战是否会引发中美之间的战争？美中贸易战的进一步升级，让习近平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呢，中国经济再次加速进入衰退，中国将出现大面积出口依赖型的企业倒闭，而这也是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主要支柱产业，而失业率也将随之快速的增长，社会动荡可能性会逐步的加剧。另外一方面呢，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将进入白热化。为了维持中共的集权统治，特别是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中共再次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即在国内加大反美的宣传，不断催动国民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把当前的中国内外交困的责任从中共身上转移到了美国的身上。4月10号，川普总统在白宫见记者时，有人提问贸易战是否会引起中美之间的战争。川普总统回应说，美国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武器，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它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强大，而且呢，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接近美国，人们根本就不了解美国的真正实力。而同样是在4月10号，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针对中美的贸易战，在 X 平台上发文宣称绝不后退。他同时呢也发布了一段中共党魁毛泽东在1953年2月7号政协会议上的一段演讲的视频，以挑衅美国加关税的行为。我们来一起看看毛当时是怎么说的。时间要打多久？我讲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有到了门，以后是有20号耶，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会战胜利。有网友在毛宁的贴文下方呢发文说，这个演讲之后，毛就推出了大跃进，试图超英赶美，直接导致了3年大饥荒，数千万的中国人成为了毛泽东的牺牲品。这个历史的血的教训会让今天的中国人觉醒。资深媒体人郭军表示，有消息说，中共军队开始下发美军各建制部队的徽号和徽章，据说已经发到团一级了，一些城市武装部也发下去了，让军队熟悉徽号和徽章，就是在准备开战了。据说习近平已经发文件说，和美国是必有一战，是2个体制的最终的对决，但目前是边打边谈，所以看来北京是在认真的准备战争。关税战打的是市场，谁的市场大谁有利，谁有钱谁就是老大。因为现在全球产能过剩，是买方市场，中国是制造方、生产方，是卖方，非常的被动。那么如果发生战争的话，过剩产能的就可能变成优势了。一旦战争爆发，可能就变成了短缺经济了。全球物资短缺的话，制造能力最强方就变成了优势的一方。郭军还分析到，中共发动战争无非在2个地方，一个是台海，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南海。如果选择的话，北京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台湾，南海打起来会更加的艰难，因为距离中国大陆会更远，中共的空军和海军未必有那么大的辐射能力，尤其是美国在后面支撑的话，中共没有太多优势。但是南海开战肯定会有限战争，中共可以随时叫停，可以控制战争的范围与强度。台海开战有政治上的好处，习近平在内部的法统的合理性会大大的增强，而且台海作战距离大陆很近，军事上把握也就会更大一些。但是问题就是，台海一旦开战，可能就是决战了，可能会演变成世界大战或者是全面战争，
也就是说呢，一旦开战，最后停战的决定权就不在中共那里了，政治风险也是极大的。那么2025年会是台湾战争潜在危机的爆发点吗？中共将在今年的10月发起对台湾的攻击，将在6月内占领台湾。这是在4月5号，美国国防和安全网络一家名字叫做1945的刊物引用的匿名情报来源的说法。那么如果按照这个令人震惊的预测呢，台海的冲突可能在这一时刻从灰色地带行动升级为真正的战争。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已经多次的警告，中共演习是战争的预演。就在上个月，中共对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的入侵次数已经激增了。3月17号和21号分别有43架和41架中共的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整个的3月份，中共派出了311架次军机，以及越来越多频繁的派出高空监视和侦察的气球，但是最多呢达到了11个气球。进入4月份以来，几乎是每天都有10多架次的军机和多艘军舰在台湾的周边活动。6个月的时间表与气象条件窗口一致，因为每年的4月和10月，台湾海峡海面平静，潮汐适宜，是两栖登陆的最佳天气。台湾国防部一直将这2个月视为重点的防范时间段。在台海紧张局势日益升温之际，美国军方将部署多架的 MQ-47海神长空长城侦察无人机到日本冲绳。冲绳呢会靠近日本的西南诸岛，与台湾相邻。美军这么做是为了与盟友日本合作，应对中共最近更加激烈的军事威胁。海神无人机由洛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制造，能在超过 1.5 万米的高空运行，续航时间也超过了24个小时，航程达到 1.37 万公里。那么共军最近一次的军演都有哪些致命的缺点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从4月1号到2号，中国军队在台湾周边进行一次草率的联合演习，第二天呢才命名为是海峡雷霆 2025A， 然后就全部结束了。这次演习的准备比较仓促，不得不用一些宣传片来凑数，这可能与中共军队内乱有着直接的关系。本来强调绝对唯物主义的中共，这次呢却搞了一个降妖除魔的宣传片来造势。由于美国与菲律宾加强了军事合作，强化了对巴士海峡的控制，通过部署陆基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一旦发生战争，就可以迅速的封锁巴士海峡。这次军演，中共山东号航母没有走巴士海峡，而是通过菲律宾群岛之间的狭窄海峡，从南海到西太平洋，然后抵达台湾东南海域的，就是想找一个另外的一条安全的通道。不过呢，走这些狭窄航道要慢速通过，现在是和平的时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美菲同样可以轻松封锁这些狭窄航道，阻绝中共舰队从南海到西太平洋的通道。从南海如何向西太平洋调动战舰，这是中共海军的软肋。另外呢，中共航母再次暴露了无法执行空袭任务的严重的缺陷。山东号航母缺乏对地的空袭能力，歼十五只能用于舰队的防空，中共空军战斗机航程不足，绕行台湾东部为轰炸机护航有难度。在这次演习当中，歼十五担负起了为轰六轰炸机护航的作用，模拟攻击台湾的东部。这次的军演，中共的空军战术动作也偏离了实战的情形，更像是为了政治宣传。中共多数的军机直冲台湾海峡中线以后就返航了，而另外一部分出现在台湾的北部的空域，但在第二天也消失了。一旦台海开战，中国首先需要争夺台湾北部空域的控制权，以保证登陆舰队直取台北。其次就是中共还需要争夺台湾的西南空域，为轰炸机和舰队进入巴士海峡来护航，并且试图阻止美军的舰队。台湾海峡空域反而是最次要的，因为双方的防空导弹在这个区域都比较密集，实战中呢，任何军机都不敢轻易的直冲海峡中线，否则等于是自投罗网，更不用说是开辟空中突击走廊了。面对中共的威胁，台湾军方有哪些准备？3月24号，《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为封锁台湾做好了哪些准备》的文章，内容是说，
美国、台湾和独立军事专家预计共军围岛锁台5大步骤，包括发动攻势、建立封锁、填补缺口、切断进出、网络隔离。文章还具体介绍，中共第一步可能是空袭台湾的基础设施，第二步会派出军舰包围台湾岛，并且部署航母打击群来威吓美国等援军。填补缺口，则是中共可能会利用海警或海上的民兵的民用船只来补足部署。切断进出是指派遣潜艇在台湾的主要港口布设水雷，同时会调动货船和邮轮来封锁台湾的港口。而网络隔离是指中共派遣货船脱锚航行，切断台湾的10多条海底光纤电缆，并且发动网络攻击。为此，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主持桌上兵推，研究了大约是10几种中共封锁或类似行动的版本。军事博主马克也分析，为了应对中共的威胁，台湾正在严阵以待，并且还延长了每1年1次的全国性防卫作战的军事演习。军事博主马克表示，虽然中共的内斗激烈，环台军演并不具有实战色彩，但台湾还是严阵以待。今年还延长了汉光实兵的演习的时间。目前台湾的国防部正在实施14天13夜不间断的汉光41号电脑兵推。这次兵推演练以中共对台灰色地带侵袭以及解放军2027进犯台湾为背景，同时也把共军可能把演习突然变为实战的想法纳入到了兵推的演练当中。最后国军计划于7月9号到18号进行汉光41号实兵演练。这项演习采取全员、全装备、部分实弹进行，由各级部队指挥官从实战角度设计演习以及辅助状况，引导3军部队在台湾本岛、离岛的海域、空域作战，也将结合2025年城镇的韧性进行演习。今年汉光实兵演习时长为10天9夜，创下史上最长的纪录。国军计划借此机会充分验证后备动员能量。因此除了将验证陆军步兵206旅的全员动员，今年演习期间后备军人的动员人数预计将超过2万人。军方人士表示，汉光实兵演习的后备军人动员人数逐年的增加。去年度汉光40号实兵演习动员大约是14000人，今年则比去年多征召了6000人，达到了2万人以上。而且这些后备军人还会接受14天的新式的训练，将接受各种临战与战斗的训练，以及实弹射击等战术技能。那么在中美贸易战中，习近平为什么选择与美国斗争到底呢？两岸法学家袁宏斌教授援引中共体制内的消息透露，中共报复美国主要是因为习近平有2大恐惧。我们来一起听听他在新唐人电视台精英论坛节目中的分析。两岸法学家袁宏斌教授指出，习近平这次为什么会这样的对撞？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称，主要是他有2个惧怕。一个惧怕就是他如果在关税上退步，美国就会进一步在新冠病毒的问题上进行追责，甚至会对习近平个人的反人类罪进行追责，所以他认为退无可退。另一个惧怕就是在芬太尼的问题上，习近平没有退路，因为在川普的第1任期的时候，习近平曾经指示做出一个计划，那就是通过大量输入芬太尼的毒品造成美国社会的危机。所以习近平认为，如果在关税问题上退步，芬太尼这个计划一旦暴露出来，那么它就等于是世界上最大的毒枭。所以中美在台海发生一场决定国运的世纪决战是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在中美之间的这种经济对抗当中，中共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性，中共一定会被逼到死角，他只能通过一场热战、一场军事作战试图挽回他的颓势，但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我判断发动台海战争的结果，那就是习近平的覆灭，中国共产党的覆灭。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见。